观众朋友们，午安！感谢您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时事评论员罗望哲，翟轩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翟轩好，大家午安；资深媒体人陈慧文，大家平安。好，立刻关注啊，这个赖清德现在呢，他在昨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的时候宣布啦，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他的万里老家嘛，他就说哦好，那就是把这个老家交付公益信托，无偿而且无限期给这个公益团体来使用。我们来听一下。最近我家的老房子受到蓝白攻击，也引起社会的关注。最近我看到矿区内乡亲担心安身立命的房子被视为违建，也担心被拆除，我感到过意不去。在矿区的居住权获得保障之后，为了要纪念那个年代矿工对台湾经济的贡献，我愿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托，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所以大家昨天听完这一番话的时候，蓝绿甚至是白哦，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绿营的马上跳出来就说：“哇，这是漂亮的一招啊，放大决。”他说要做这个信托公益哦，结果呢，你柯文哲农地不跟进啊，侯友宜的大群馆也不跟进啊。那接下来这个战猫萧美琴应该要问赵少康是不是也要把中广捐出来信托做公益哦？但是呢，这恐怕是他们这个同温层里面的感受，因为大多数就是非绿阵营的感受是什么呢？违建你还要做公益啊？那他这叫没有特权吗？这个违法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捐？而且违建变古迹难道就合法了吗？你把这个违建捐出去还叫做公益违建也能够捐吗？而且当初说不是亲戚的吗？你还可以代替亲戚来捐吗？就是你儿子嘛。那所以现在这种感觉，你是要把所有矿区的这个居民一起拖下水，然后诉诸什么样的情勒吗？悲情吗？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赖清德这个模式人家讲说好像是想要学苏家全这个苏家全模式因为2012年的时候苏家全也是这个说捐做公益嘛，然后到了2021年人家乡长就讲说无力执行请收回，又回到了他的手上了。所以这同样的方式，他这个农舍在2012年的时候捐做公益，然后9年来变成文资馆2021年还是就说什么捐赠单位还要编列预算来申请拆除。后来这个苏家全的妻子洪恒珠就表示如果被当成烫手山芋的话，我们愿意收回那看起来会不会这个烫手山芋之后我先捐出来一下，我总统选上烫手山芋又可以回到手中呢？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赖其实如果说要把他自己的这个自己后来更新不断在扩建的这个老宅要来做信托的话，其实现在早就已经有很多这种矿工博物馆。那再来你现在又有这个国安驻点特勤打扫，甚至用公帑来管理自己的老宅，这样的方式其实也说不过去那可是你看赖清德只会眼睛看着别人，他说柯文哲我们真的是有点觉得很妙他说柯文哲如果把违建推给妈妈，真是明知故犯如果没有被发现就继续违法，还继续收钱，这就是你柯文哲口中的新政治吗？我们觉得任何人都有资格说就是你不可以推给妈妈，但是赖清德你自己之前一下子讲妈妈的记忆，一下子说爸爸留给你是贫穷然后说妈妈看到房屋税烦恼，你自己还不是一下这个讲妈妈说爸爸的，然后还推给亲戚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我们实在是也是看不太懂再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个可能比较亲绿的媒体人都纷纷出来护航了那我们看到扣姐讲全家挤在1.2坪这个矿工的悲歌这个吃饭读书全靠折叠桌。那我们这个节目现在秉持每天要数一数1.2坪的精神，昨天已经有贴过，今天又再贴了出来。1.2坪就在我前方就大概这样几步路的距离我本来今天要蹲在里面开场的，就说这个距离有可能是这样矿工住的地方吗？这1.2坪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这个悲情卖过了头因为大概你说好像一个人的这个起居空间这样子，4个人你有可能这样在1.2坪吗？反正总之现在就是是不是要 PUA 选民PUA 选民就讲说这个我们这么苦，你还要这个跟我们作对所以中年晃也在讲这个矿区的公寮就是矿工的眷村还甚至要这样子来说，他说绝对不是一种违建，不断的在护航那不止这个名嘴们在护航，那连国库署都要出来护航。到底这个赖皮聊不拆是不是因为他是皇帝龙穴呢？我们看陈志晓有讲他讲说昔日
这个赖清德自豪自己的八字有5两哦，而且跟蔡英文斗的时候啊，还偷偷去天坛下跪哦。他说那时候赖清德面对我们的哭诉，他是一副非常冷酷的表情哦。当时你看看这边的人在抗争啊，陈志小也在这边抗争哦，赖清德一抹微笑在旁边，很像我们看到那种戏剧里头哦，旁边有那个。有人得逞的表情，就是像这个样子啦。那这个戏精就是你哦。然后再来，我们看看媒体问他说：“没问题，你们骂我独裁，我承担啊。”他就是这种个性的人哦。所以陈志小看透他，还说帮赖清德老家发生的这个国土署呢，原来署长吴新修也是这个赖清德人马啦。他说在南铁东一案的时候哦，这个迫迁老百姓，台南市就是他当时就是担任台南市都发局的局长，也就是说呢，这个吴新修现在化身为国土署的署长了嘛？他当年就是这个赖清德底下的人，他根本现在身份也还是赖清德的小弟哦。那所以你看吴新修也讲到，他说这个南铁东一案的迫迁哦。不对，这是吴新修。然后这个是另外的报道，讲到说这个迫迁案有将近40名的老人家，其实在迫迁的过程之后离开，老人家其实就像树哦，搬开他的老家这个常年居住的地方，很容易会往生，会难过难受，要适应一个新地方。所以当时总共死了40多个人，很多家庭因此破碎哦。那我们看绿能你不能的讲法，吴新修哦，以前在强拆人家老宅的时候，怎么不帮老百姓解套呢？还是就是赖清德一声令下，迫使无数老百姓无家可归哦。那民进党真的是优秀，官字2张口啊，官官相护哦。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淑慧怎么看他这一次要信托这件事情，是放大决还是在耍赖啊？不是讲废话，是讲废话。我要先更正一下，昨天到今天一直有人说捐出来，他没有捐出来，他只是说他要把它拿去捐这个信托，然后来公益团体来使用。第一个所谓的公益团体是谁？什么叫做公益团体？他们新潮流的春雨文教基金会是不是公益团体？黑熊学院是不是公益团体？小英基金会是不是公益团体？在法律上，财团法人、社团法人都叫公益团体啊。他就左手交给右手嘛。等他当了总统以后，他也可以成立自己的基金会，然后又说，这个就是公益团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好意思哦。从他当台南市长开始，到他当副总统，他的财产本来就要强制信托。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7条，他的财产全部都要强制信托，不需要他在那边假大方说，哎呀，我要把它拿出来信托。但是问题点在于说，这一个房子根本不是他的啊。他凭什么说要把它信托？所以过去这个房子也没有被信托过，为什么呢？我觉得当年一定有高人教过赖清德。赖清德是2010年12月25日就任台南市长，原则上他的财产就要申报要信托了。当年2010年的12月25号，他非常聪明，2011年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儿子了，所以这个房子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信托过。可是如果他当年不做这样的赠与的话，这个房子早在2010年就要被信托了，何必还要等到你在你的政见发表会放大决说，哎呀，我要信托？如果这是赖清德的财产，他本来就该信托。但他非常聪明的是，在他一当选台南市长要强制信托财产的时候，赶快把财产登记给他儿子，赠与给他儿子。所以如果以后他儿子一句说，这外储呢，我不答应信托，然后赖清德只要讲一句话说，哎呀，我要尊重我儿子的意见啊，我是很想信托啦，可是这也不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儿子的财产。我告诉大家，法律拿他一点皮条都没有。所以现在我觉得最吊诡的是什么？第一个，这不是赖清德的房子，这是他儿子的房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安单位连他不住在台湾儿子的房子都要去帮他看管呢？这个是什么？王子的别宫吗？这个是王子的别院吗？我们国安单位保护正副总统的寓所跟人身安全，这个是应该的。可是这是他儿子的房子然后他儿子在美国，然后赖清德也不住在这里，那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阿兵哥或是国安人员
花了国家这么多钱训练出来的这个人员，派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去够几个康处哦，而且大家看到那个被 Google Map 不小心拍到的。那个2个就是政府人员啊，什么赖家的亲戚，赖家亲戚身上还别一个证件哦。我们只是因为证件看不到那是哪个单位，但是大家看他的穿着服饰，不是就很熟悉吗？我们的国安人员在那边提本机压扫帚，你还给扫油啊！我真的觉得很可悲耶。好，来请教旺哲。我觉得昨天看完那个政见会之后，赖清德现在做的就是一个拆弹，但拆是拆他话题，他没有想要拆违建的意思，他只想拆话题，没有要拆违建。所以大家看的时候，昨天觉得一头雾水。昨天明明是政见发表会，那为什么感觉他突然讲这个违建东西？我觉得他自己也有判断出，因为没人在问你这个东西啊，大家都是拿政见出来评比嘛。那你就自己要突然讲这东西，可见你很在意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你很在意？那就是说，可能这件事已经影响到你的民调，然后你左看看右看看，没人帮你讲话。大家要看哦，现在帮赖清德这个违建讲话的，帮忙出来画瞎的，基本上都是没有要选举的人。有要选的，基本上都避这个话题，避之唯恐不及啊，早就躲得远远了。可是你看哦，赖清德昨天在政见会上，在全国瞩目的政见会，突然抛出这个话题，他要干嘛？吹起集结号，他把这话题炒热嘛。我一讲之后，我要捐公益之后。所有他的侧翼或者他的支持者，或是他身边的人，都可以针对这相关的话题来做回应，来做反击了。所以你看，他昨天东扯侯友宜，西扯柯文哲，就说：“我给你们再开一个明灯哦，给你们开一个方向哦，可以去打侯友宜，可以去打柯文哲，你们赶快醒来，帮帮我吧。”我觉得他昨天的用意是这样子，因为昨天没有人在问他这个问题啊，昨天大家都在谈你的政见的问题。那赖清德是第一个发言的，你突然讲这个东西，你不会觉得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吗？那你说你要捐公益，我就问，今天你要做公益信托，第一个你要有权状，那权状你可能有，但问题是你还要有缴税证明呢。你有土地税没错，但你有房屋税嘛？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新北市政府那边说的是，他大概有好几年都没有缴那个房屋税的东西。那如果你要的话，你要去缴税，你会补税啊。那为什么之前不缴税？你在躲什么？然后突然现在要选举之后，你突然说，那我可能要申请，我要补税，我就问啊，今天这个话题是你本来就有的问题啊。而且我过去我也去过赖清德老家那边采访，我2019年去过的时候，我跟你讲，大家都说最近那个变观光胜地哦。2019年的时候，赖清德早就吹那边是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了。当时我在赖清德家旁边那个走出去的一个角落，看到这个扛棒。这个扛棒当时就是说，台南市长赖清德的故居哦，这等于是他把它放在路口，说有指示让大家进来说，这个地方是赖清德成长的地方。那这当然当中下面很多赖清德小时候的照片，所以你当年2019年你在依赖乡镇那个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你就已经把那边当作是你的观光胜地了。你现在说，我要把它捐公益，你的用意在哪里？你只是为了你选举要拆弹而已，你没有要面对问题嘛？如果你今天这样面对问题的话，大家都问啊，违建为什么可以变成公益使用？那违建就是违建，然后违建为什么？现在可能这个清水变鸡汤了，不可能变成这样子的。那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你就是凌驾在法律之上嘛。那他这样做，坦白讲也让民进党政府有点尴尬，因为现在很多相关单位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案子。你说国土署他要怎么去面对这东西？内政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东西，甚至你说很多民进党的一些很多支持者。他们觉得也很怪，你知道，我要帮你违建，然后变成公益使用，这怎么听都很奇怪。他们会不会反而很乐意呢？现在护主有功，等到这个这个你干脆变成宝可梦的抓宝圣地好了，对不对？主子变成总统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跟着升迁。我们来问一下慧文哥。这第一场的政见发表会那3位各3轮，然后各10分钟这样子那我非常坚强的把它看完这样子。因为实在蛮无聊的啦，就是以我的标准来看这3个，但是以真的比较起来的话，赖清德是有攻击性的，好，而且特别像刚刚2位前辈提到说，选在政见发表会宣布说要捐啊，要信托这个公疗那这个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说，《自由时报》把它做头版头啊，这个消息，这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他要帮赖清德敲锣打鼓一下。不过在轩，因为我比较担心，因为你看到他这个内页的这些东西，当然下面就是批评柯 P 嘛，然后批评侯友宜嘛然后上面这都是字然后前面这个就是这样子就我很担心《自由时报》的朋友容我鸡婆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赖清德的家其实是这样子啊？好，这个旺哲你有实地去看过吗？哈，你们这个游淑慧，你们的，因为相信关心这个新闻的朋友都知道说，原来所谓的公寮是长这样。好，那我给大家看这个叫做公寮吗？好，观众朋友，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也是昨天看的比特王的空拍在说，啊，那这大间要求在1、2、3、4呢，这剩安内瓦1、2、3，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我们从正面可以看到这都就大间啊，这刚叫公寮。这刚好先光，这一定是后面才再改建过的嘛？废话，好，那我们看这个后面这3间，后面这3间的，你从侧面看，观众朋友，一些神奇型呢，这上面还有水塔，这个是后面3间呢。好，那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公寮哈，这是苏一峰医师他住20年的公寮哈，长这个样子啊，啊，这个在树旁边，这个是公寮啊。好，这是苏医师贴在他脸书上面的公寮，你看，人住20年，公寮生几型。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公寮比一比观众朋友，你看一比下去，如果今天赖清德的公寮也是长这样的话，即便像游淑慧这么凶悍，游淑慧你骂得下去吗？如果赖清德的公寮嘛生几型，我们会叫他拆吗？我们会叫他捐吗？我们会说这是违建吗？那你看这个公寮比一比，你这跟人无通啊比啦。你这不是公寮啊啦，这是公寮，可能是30、40年以前的代志。你起码已经去做这大间，去做安尼，还有拄则游淑慧讲的，还有国安人员帮你扫涂骹，还有宪兵，还有警察去帮你站岗，这无行啦。我讲民进党的朋友农舍吼，你看之前都讲农舍，我们2012选举，我在苏家泉农舍，这大间啊，这农舍啊，安尼叫农舍要修，你看。检察官陈瑞仁盖农舍那没有钱，检察官比较穷，你看盖这一种的啊。你看这个2000比一比，2000一比这样，这豪华建筑啊，这剔除，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公寮嘛。那自由时报的朋友，所以绿媒的朋友，你有看到赖清德的公寮吗？赖清德这个是真公寮还是假公寮？30、40年前也许是真的公寮，现在不是了，然后被弄成这样子，然后不是要去批评。赖副总统的那些过往，而是说他的态度问题。好，特别刚2位前辈提到，这是我的结论哈。你把侯友宜跟柯文哲扯下水，那个层次跟高度格局都很好笑，像幼稚园的学生在吵架一样，很难看呐。那个侯友宜跟柯文哲那个是违建吗？不是啊，你怎么会叫人家捐呢？这个赖副总统虽然你的攻势很凌厉，但是是很可笑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打开出来购，出来讲更有 feel。不要光听我们说，我们也想知道你怎么想。所有您关心的大事，电视版好看，现场版更不能错过。TVBS 战情室新闻大白话国民大会，12月21 ，TVBS 56频道 T 台开讲。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前立委林玉芳，大家好；还有跟我们视讯连线的这个南铁东移自救会会长陈志晓也在线上会来加入我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赖皮寮啊，感觉起来啊又有这个新的这个状况出现了。就说呢，这个国安特勤站岗还有打扫赖皮寮，还付这个租金哦。采购案的标商原来也跟新潮流有关吗？会是赖品妤的特助吗？我们看到啊，就是现在被揭发出来这个历年的得标案的公告哦。国安局在2020年决标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新北市万里区的警卫据点之3的采购案，决标金额是36万8千元哦。得标厂商叫做林炳泰，而历年呢，这个林炳泰就只有1次的得标标案哦，马上就得到了这个赖皮寮的标案哦，所以人家觉得说，奇怪我们国安局怎么会评估，就是在没有任何官方的接触情况下，国安局会认为这个从来没有接过任何标案的这位先生可以担纲此任呢？到底是为什么呢？然后 PTT 网友又开始继续肉搜这一位林炳泰啊，曾经也有一位林炳泰跟这个赖清德关系
系非常要好，然后还有这样子合照哦，就是他是这个赖品妤的特助哦，你看还有这样调出他的这个签名哦，这个立法委员赖品妤特助林秉泰，难道是同一个林秉泰吗？大家就开始有一些联想哦，但现在目前还没有得到赖品妤方面的一些相关回应哦。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日子以来，每次就是赖清德讲到了这个他老家的事情哦，赖品妤好像比较低调，没有发声哦。除了上一次哦，那个赖清德在前面擦眼泪，然后赖品妤在后面笑之外，好像尽量避免这件事情。但是不是因为林秉泰有点敏感，会不会跟他的特助是同一人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之下，赖品妤跳出来讲话啦，他说这是历史共业，应该要重视矿工的心情哦，险中求胜。这个矿工的公寮在法律上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也是很严肃的历史共业哦。非常遗憾，大家在做政治攻击哦，没有人真的去听矿工的心声。所以赖品妤打破沉默，这样子来讲话，人家就又联想，难道跟这个疑似特助的事件有关吗？那到底我们看看这个宪兵里面哦，分了多少人给这个赖清德呢？空拍显示有10个人哦，疑似是特勤在雇赖皮寮，但国安局讲说，哦，这个是涉国安啊，是涉维安，不方便透露。吴子嘉就酸啦，他说要是赖清德选上啊，就直接升将军了，祖坟冒青烟，当然要赶紧拍马屁哦。那到底有几个这样的住所？难道通通都要雇吗？龙介先就讲，这赖清德安全不能疏忽哦。但是赖在安平也有维安，万里也有维安，楼下就有人站岗，难道以后买5间8间房子，通通都要有人维安吗？赖进办就讲说啊，没有啊，我们是依照特种勤务条例哦，这个正副总统都是这样子啊。住指的是住所，居是指的不定期会回去的地方，所以都在维安范围之内。但我们翻开这个维安特种勤务条例里面哦，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解释啊，他说得划出安全维护区跟设置安全予以管制，并没有说通通像他这样子延伸解读哦。那我们看这个黄阳明他讲到，他说8月份哦，彭博有去采访赖清德老家嘛，就在万里的老家哦，他说不排除哦，这个赖清德对官邸是有提防的，所以赖皮寮就有点像是类似招待所的功能，所以他可能还有点防着这个官邸哦，到底防谁不得而知，防民进党自己本身的人嘛，所以他谈事情哦，约访啊，什么吃饭都在万里哦。国安局好像是替他保护他的招待所一般。那紧接着我们看看这个目前赖清德哦下令在中常会上面讲说自己万里老家的争议哦，说1958年就存在矿业法跟区域计划法规定上路之前就已经合法存在了，就是全党得要来护航这件事情啦。那潘孟安甚至讲哦，赖清德老家室内29.3坪哦，只有29.3坪，2楼还15坪哦。党内人士说有一个小客厅，一个小房间，进去之后再有一个6人圆桌，2楼是通铺。可是问题是我们对照一下比特王的这个空拍图，难道这边就29.3坪吗？6人圆桌要占这么大一个空间吗？所以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哦。因此他已经登上了2023年最无耻的 Top 3哦，在 PTT 上面，人家讲第1名没得比，就是赖皮寮；第2名叫做阻挡 BNT 啊；第3名叫做全党挺艺人的论文抄袭哦。那现在看起来已经这个15命已经造成了1126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会不会赖皮寮影响更大呢？反正呢，只要练民进党就霸榜了啦。那就算哥布林努力再洗也洗不过大家的愤怒。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南铁东移自救会的会长呢，这个陈志晓稍后跟我们连线的这个会长哦，他讲说赖清德哦，以前呢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比较优越，你们是什么这一般的那种死老百姓那种感觉啊，你们就该牺牲。我可是8字5两的赖清德我是要当皇帝的呢。他4年前跟这个蔡英文竞争的时候，还偷偷带着助理跑去台南的这个南明的朝廷的天坛，然后凌晨的时候一个人跪在那边祭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哦？难道赖清德还在沿用中国的这个正朔吗？因为我们看这个台湾的首庙天坛位于台南哦，原本是正式王朝祭天用的祭坛，然后到清朝啊日治时代沿革至今哦。那这样的天台有一个一字匾，千算万算不如天一画。这个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陈会长哦，就是这赖清德真的曾经跟你讲过这个命格这个8字这么重，然后要当皇帝的命，还有他对于这个南铁跟现在这个违建的超标，这个我们来问一下陈会长怎么看？好，那个他不是跟我讲啦，他是跟我母亲讲。他是那一天到我家去说服我母亲，然后要利用我跟我母亲的感情来说服我。
所以也就是同样一天，他说人死厝听，领导敢要安尼，在台湾控制是未成功的。他讲这个8字无两这件事情，是在强调他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们这些一般人没有办法跟他对抗成功啦。所以他是针对我母亲啦。然后呢，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回应一下昨天赖清德提到那个公益信托的这件事情。好，那其实我们看到他的房子现在长的样子了嘛，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住宅啦。那公园是很漂亮，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品味蛮差的啦。那他现在说要把它捐出来做公益信托，捐出来做什么矿工生活博物馆吧？那我觉得很奇怪啦。第一个就是他父亲在他出生没有多久就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他在生活的那个环境其实已经不叫做什么矿工生活了啊。那第二个就是他家的当初生活的矿工，勉强算他父亲刚过世，他母亲抚养他长大的那一段时间，勉强算作矿工生活的话，那但是他现在已经把整个房子那个改建成这种模样了，所以也已经远远不是他当初所谈的那个公寮的形式了嘛。那第三个就是说，那你要捐出来，那一定要有一些特别，这个房子要有一些特别的价值或者是意义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又没有品味，对不对？然后呢，好像也不是真正矿工生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有唯一的一个理由啊，就是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成长地。那他是一个伟人吗？我要请教一下，他是一个伟人吗？他是一个副总统，好，副总统官很大没有错。但是我们社会去评价一个人是否伟人，应该不是看你的官当多大吧？但他似乎把官当很大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伟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他进入他家的那个路口还有一个路标，本来有一个路标叫做副总统诞生地啦。那现在那个路标当然被遮起来了。但是你想想看，他真的是把自己当作伟人呢？副总统诞生地就可以变成一个博物馆吗？那特别是他昨天所谈的这个公益信托，事实上产权也是他自己嘛，并没有真正把它捐出来嘛。他只是想要保住那个房子不要被拆，然后呢，那个重点就是在避风头。那如果要谈到这个捐这个房子来当做博物馆的这件事情我想提一下我家的状况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强拆我家嘛，那首先是在7月的时候，他们就那个动用非常大量警力，300多人，然后当然也有怪手等等来包围我家。但是因为那一次我们事先得到消息，所以呢有大概100多个那个社运人士就挤到我家里面来，然后照片你们可以看得到。那一天呢，我们是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就是overnight， 然后呢等着他们凌晨要来拆这个样子。那因为人很多，把那个房子内部整个都塞爆了嘛，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放一下那个照片吗？就是我刚才有传上去那个整个房子塞爆的照片，对，好，那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拆，但是那一天之后，我母亲其实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啊，她1个礼拜之内，她本来就不是很重啊，她的体重掉到30公斤以下，是，然后我看了我妈妈，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怕我妈妈撑不下去，所以呢，我就跟我妈妈讨论说后续要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政府如果要强拆我家的话，我们大概是很难去对抗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对那个房子有非常深的感情，那个房子不是一般的房子，那个房子是我爸爸、我妈妈还有一个名建筑师叫做傅显耀一起设计的。所以如果你们看那个房子的外观，有一个立面的照片，然后有一个
以及你到房子里面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旋转楼梯，以及我们家客厅的那个模样。我们客厅的那个模样是那个60年代有一个艺术风，有一个建筑的思潮叫做 Art Nouveau 的形式。那个楼梯，我妈妈对于它的那个形状啊，那个弧度非常非常在意，是拆掉3次才盖起来的。然后那个扶手是榉木扶梯，是那种很特别的工法做出来，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师傅可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它那个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房子嘛，是。然后南艺大还有成大他们的建筑系的老师到我们这边来看之后，觉得很不得了，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想办法保存起来。对，好，那我们已经知道说我们家是挡不住的，所以我母亲就同意说，那我们就把我家最精华的部分捐给政府。好，那我们就离开。那这样子其实并不会妨碍他们的工程，因为现在有一种技术可以把整个房子平移的嘛。然后所以然后那附近的公有地，因为他们在做施工，所以公有地非常非常多，所以移到旁边去，它这一段施工网我们再把它搬回来，然后我们人也不要的这个产权都送给政府，然后这一个那么精致的房子，那时候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公共艺术嘛，然后也同时纪念南铁在这边400多户他们在这个地方曾经居住的记忆。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跟一些文字学者讨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好，我就把这个 idea 去跟台南市政府谈。对，台南市政府呢也觉得这个 idea 很不错。然后呢，但是他们跟我讲说这件事情他们不能单独决定，他们叫我要去找铁道局。铁工局，那铁工局呢？我去跟他们谈，铁工局跟我讲说这件事情他们不能单独决定，要找台南市政府谈。那最后没办法，两边在踢皮球，我们就请那个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陈嘉华来协调。那陈嘉华委员就要把3边，包含我家，然后那个南市府跟铁工局要到他的那个办公室来讨论这件事情。那大家也都同意，结果在会议进行前的5分钟，台南市政府的人都已经到那个立法院研究室的门口了，突然接到电话叫他们绝对不能进去开会，然后他们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之后呢，我们就在跟台南市政府跟铁道局商量，就说那这件事情还是要进行嘛，因为我们也不想要一直妨碍他们的工程，他们一直说我们妨碍工程嘛，是吧？所以呢，而且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家希望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政府，特别是跟长老教会和解。长老教会有一段故事，因为长老教会那时候挺政府，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不要骂那个台南市政府不要骂民进党跟赖清德。那希望跟政府和解，这样。其实最主要是我要让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后半生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我妈妈撑不下去。对，我已经看过太多人死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就毁约嘛，他们就不来谈嘛。那但是我打电话去跟他们那个要求说再谈一次的时候，他们也同意啊。结果。隔一天，他们就在凌晨用突袭的方式把我家拆了。这就是整段故事。那而且那时候拆的时候啊，因为他先把老人骗走，然后呢，政大徐世荣教授他在现场，然后政大徐世荣教授就跟那个要拆房子的那个带头的那个算是长官去跟他讲说，我们还在跟市政府以及铁工局协调，要保存这一个房子的一部分来作为公共艺术，所以你们千万不能拆掉哦，千万不能拆掉。然后那个带头的长官呢，他也同意，他说好，那今天我们不会拆，我们只是把这个房子封锁起来，你们人离开就好了。结果我爸爸妈妈前脚刚走，他们那个大钢牙就继续拆房子。
然后我因为有直播嘛，所以我呢看到我就很难过啊，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施工的带头的人啊，然后就跟他讲就说，我们在跟政府谈封存，最主要就是那客厅那个区域，你其他的区域拆掉没关系，客厅的区域绝对不能拆因为要保存做那个公共艺术。结果我挂断电话没有多久，我看了那个直播，我就看到他们就继续拆我家的房子，把客厅也开始拆了。我再赶快打电话过去说，好，客厅拆了，我也没有办法。那个扶手千万不能破坏，那个扶手是非常重要的记忆，千万不能破坏。然后我就他们跟我答应说可以。我挂断电话没有，我就继续看直播，我就看着他们刻意弄怪手。他们刻意弄怪手，把那个扶手弄成一节一节一节的。我那一天就充分感受到这个政府对于我们的恨意呀。所以我要讲的是，赖清德，你今天说要捐这个房子，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要理清楚，这个房子真的是可以这样子捐出来吗？周玉蔻曾经说过。那时候你们小时候大家挤在一个1.2坪的一个空间，但是很显然现在你家已经不是1.2坪了，你家现在已经200多坪了。是。那之前那个地方当然是非常多矿工居住的地方嘛，那所以照道理就是那个土地应该是国有的，但是是很多矿工在那边共同居住的。那为什么其他的矿工要被搬走？为什么你家可以由1.2坪变成现在200多坪？我觉得然后还变成私有地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讲清楚。对，所以我们听到这个陈志晓老师也是这个反对南铁东移的会长哦。刚刚你看那么多年前的事情，到现在我们的陈会长讲起来哦，我们现场每一位来宾都听得很难过，看到这么冷血的赖清德这样子的在拆除别人的房子的时候是一个标准，对于自己的事情又是另一个标准。我们有一张图片哦，当时陈志晓老师去到赖清德面前，在抗争的时候，就像他刚刚讲的那个锥心刺骨的痛啊，担心所有的老人家承受不住那一种痛，对照这一个赖清德这个面无表情，甚至还露出一丝善笑的样子，这是我们未来要选出来的总统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打开出来购，出来讲更有 feel。不要光听我们说，我们也想知道你怎么想。所有您关心的大事，电视版好看，现场版更不能错过。TVBS 战情室新闻大白话国民大会，12月21 TVBS 56频道 T 台开讲。好，我们刚刚连线了这个反对南铁东移的会长陈志晓哦，那他也是还原了一下当时在南铁情况下赖清德的标准是如何。那对比现在的赖皮寮，我们先来问一下郑源哥怎么看呢？我觉得民进党就是故意在糊弄全体台湾的老百姓哈。第二，赖皮你讲说你要照顾矿工的生活啦，谁有说不照顾矿工的生活？像问题是现在还有矿工吗？你告诉我。台湾的矿业从清朝开始挖起，就是基隆八斗子开始挖起，但是到2000年，台湾所有的煤矿全部关闭，没有了。换句话说，2000年关的还是什么？还不是基隆地区，基隆地区更早就关了。像我们南港那个内湖早就关光了。为什么关光呢？第一个，因为已经没有煤炭可挖了；第二个，实在是这个挖的成本太高，而且灾变的问题太多，所以政府就下令补贴矿场全部。所以已经有30年了，那个地方已经有30年以上没有矿工了。你再跟我讲说保障什么矿工的居民，因为很荒唐嘛。早就转业的转业，补贴的补贴了，已经没有任何矿工，你还跟我讲矿工？难道矿工的儿子也是矿工，矿工的孙子也是矿工？这说不通的。我们台湾的法律是这样子吗？那如果说农民的儿子也可以参加农保吗？不行嘛。所以我觉得赖品妤是新潮流的，然后他派人去帮这个国安局假装去装潢这个特勤的房子，不是一条龙吗？赖清德新潮流，
赖品妤新潮流，他这个林秉泰新潮流，换就是你们新潮流一流之家，生意自己包，限制性招标，就是包给赖品妤去做嘛，就承认就好了，干嘛？那你呢？你今天说要公益信托，好吧，公益信托，他是在什么？在做断点，他在做什么？在做损害控管，不希望这个赖皮寮一直吵下去。赖皮寮这名字谁取的？就是邱毅跟毛家庆两个人去直播的时候取的，取的赖皮寮，所以这个名字要传开来，当然对赖清德伤害很大。赖清德的民调一直上不去，就被卡住了嘛。那你现在还不承认，还调那么多国安人员，国安人员该撤了吧？10几个人呢，再帮你看一个空房子，是吧？看一个未来总统的诞生地，是不是？那我们就让你落选嘛。那当然是蓝白不合，就让你有当选的机会。这今天气是气在这里啊。回过头来，你要不要承认说你动用那么多？这维安10个人哦，你问了他们2个国防专家，要1年花多少钱啊？还有旁边的那些花木的整理啊，我随便算一算，一个月至少6万块起跳，你搞了几年了？这是公家的钱是不是？还是你自己出的钱？帮你拿账单给我们看嘛？那里面的有没有住人？你还把它后面网站拉上去，全部都是违建，违建就是要拆嘛。你不要跟我讲的什么，哎呀，法律不安全。怎么台湾现在是多久了？现在想到违建的法律不安全啊？那你全党要讲说啊，我已经捐了公益信托，你根本没有东西，没有任何登记的所有权状，你怎么什么信托啊？你信托这个空的什么使用权，本来讲说他是他的亲戚的，也骗人的嘛，你都没有权状可以登记，什么叫做是谁的，根本没有所有权可以证明嘛。所以啊，我也不想讲了，你明明错了就拆了就没事了嘛，还玩这个游戏。还有呢，还被吐槽说你跑到台南的天坛哦，去下跪祭天。你知道那个天坛是什么？是中国人的，不是台湾人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是1662年，郑成功跑到这个地点，这个地点被认为府城的最高点。那郑成功呢，因为打败了荷兰人，然后跑去祭天，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他的官方身份是这样子所以他以藩王的身份去祭天，你今天也是藩王是不是啊？还是怎么样？你让人祭天什么意思？你不是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吗？我们来补充一下，对啊，就是说这个有一字匾，千算万算不如天一画，意味着人算不如天算呢。在这个一的周围，你还看到这个逆时针方向写的一些这个七字诗回文哦，就说世人枉费用心机，天理昭彰不可欺哦。这些小字哦，就劝喻世人不要枉用心机啊，逆天而行啊，这是不是也在对某人讲？那对赖清德讲，你枉费心机啊！你去斗蔡英文，我们没有意见啦哈，但是你去斗那个南铁东移的居民就太过分了一点啦，荒唐透顶！你不会帮他们想一想办法，你会帮人家你自己的违建的房子想办法，人家是合法的房子有土地所有权，有房屋所有权的，有缴税，那你把它有缴费有缴税，你去把它拆掉了，毫无同情心。不过他赌一件事情啦，南铁东移的时候人少啊，对不对？他是欺负你啊，我是神啊，我欺负你们啊，这样对吗？这样对吗？你根本就是两相对照。如果你今天呢没有这个赖皮寮这个事件的话，我看民进党很多还是把你看作神。今天两相对照，你在谈南铁东移跟你自己的这个违建啊，还养锦鲤鱼，为什么养锦鲤鱼？理由很简单了，风水嘛。原来赖清德是这么一个迷信风水的人。照道理，你身为一个医生是不迷信风水才对啦，偶尔只是象征性拜一拜啊。但是你竟然迷信到这个地步，那有时候你跑到长老教会去，我们以为你是基督徒，可是今天看起来你拜天坛，你又不像基督徒可以去拜天坛吗？好像怪怪的，这是道教这是标准的中国的传统，用道教的形式来表现的。那你去跑在跪在郑成功陈贵的地方，那表示你是大明帝国的子民嘛，是不是？你是标准的中国的子先啊，不然你拜中国神干什么？基督教的上帝是要跑到那个什么教堂里面去拜的，怎么跑到天坛来拜呢？所以又迷信啊，又残酷，又无情，然后对自己又很宽厚啊，还能够公益信托，那个就是障眼法了。他们的支持者就会讲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捐出去了，捐你的头了，捐。”好，请教玉芳委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人，第一个我讲老实话他是想要当总统的人了。他有他的高度，还有他的决断力。这整个事情9月就出来了嘛？那一直拖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样一件小事你都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以后你如果当国家领袖，遇到军国大事，尤其战争的事情，你这样拖拖拉拉，个性怎么做大事？那百姓会心安吗？还有一个就是说诚信的问题、诚实的问题。你昨天讲说啊，我这房子已经交给亲戚了，这所有权的已经是亲戚了。亲戚是你儿子，儿子不算是亲戚吧？然后你说隔壁是邻居，就隔壁是你哥哥嘛，对不对？然后说啊，我小时候我妈妈为了交房屋税交不出钱来，然后呢很伤脑筋啊，你从来都没有交过房屋税嘛，所以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歹戏拖棚，还要扯出这么多的假的这个东西出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所谓的公益信托啦，公益信托其实所有权还是在他的儿子身上。这个公益信托不会说这个所有权就在政府手上，还在你身上，你还是可以收回的啦。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面积那个说新北市政府，我看网上在讲了新北市政府说去丈量，结果是228.8坪啊。那是指房舍了，他讲。那我要请教一件事啊，这个土地这怎么来了？一个矿工的生活是这样子吗？是可以拥有200多坪的这样一个房舍的面积吗？还有后面的庭园修得这么漂亮，那我请问你铺那个绿草如茵，铺那个步道，铺那个石板，我请问这个是谁花的钱？是政府的钱吗？还是私人的钱？然后还要再问一下，那个庭院是不是也是房舍的一部分？还是说那是公家的地、国有地？那如果是国有地，这就麻烦了。对，那你就是占用国有地嘛。所以这整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庭院的维持的钱，这么多年来谁在负责？谁付的钱？这个钱显然不是新北市政府嘛，也不会是当地的。那个乡公所什么村里之间的不可能嘛，现在是改为区了啦，所以我不晓得那个邻什么里他们在付吗？也不会。那谁在付这个钱？还有最重要是国安呐，你凭什么有这么多的水户在那边这么多国安人员在保护你这个房舍？我跟你讲，国安我还有点了解了我在国安局还当过讲座，因为他们那有训练班嘛，我当过讲座，所以我知道一些事情。我请问你。国安维护的对象基本上是人啦，总统、副总统，你去哪里，我就要跟着去保护你。你的房舍、你的官邸，这本来就要有水户去保护的，有国安人员保护，没有错。问题是你这个房子现在的所有人是你的儿子，第一个，第二个，你住在这边的时间很少吧？你来的时候，水户跟着过来保护你，我认为是应该的。可是人走岗哨就要撤掉才对呀。你现在岗哨留在那边就不对，房子的所有权不是你，它不是官邸，为什么国安局可以派人在那边岗哨，在那边保护这个房舍？这个是有问题的嘛？所以这整个来讲要追究嘛，你再捐出来当公益信托，公益信托的东西，你不能有蒙上黑影啊，不能黑幕重重，不能有不好的名声，还有没有解决的法律问题？还有人民的疑虑你都没有说清楚，你就捐出来，这个就不做公益了。这是某种程度是不公不义，是一个只是个遮盖的一个遮瑕布啦。严格讲来就变这个样子嘛。所以说一个谎要说更多的谎，千万个谎来圆谎啊。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赖皮的其实现在 Wikipedia 这个维基解密应该要帮他定义了。我来先帮他定义一下什么叫赖皮寮。4种建筑，当然就是指赖清德的所居住过的这个处所嘛，第一个它是违章建筑，很清楚；第二个幽灵建筑；第三个维安建筑；第四个傲慢建筑。违章建筑这个从头到尾都非常清楚，而且它是在做立法委员民国92年的时候盖的违章建筑，他当然没有缴过税嘛。新北市政府讲得很清楚，没有使用执照，没有建物执照，那你就是个违章建筑嘛。而且你在做大官的时候，是跟蔡委员同一个时期的时候，蔡委员你那个时候有盖违章建筑吗？我没那个本事嘛，对不对？他居然在92年的时候可以盖一个违章建筑，从1.5坪盖到200坪了。第二个幽灵建筑，这就要讲，他说他的公益信托。那新北市已经说对不起，
我没办法接受，因为你根本就是个违章建筑嘛，你没有任何的执照，你哪来的信托？对不对？不要被骗了。立法委员说是遮羞布，没有错，但是呢，你根本做不到啊！捐了，以为这个事情解决了，不要被骗，这是个幽灵建筑，对，在法律上不存在，而且已经被列为要拆。第三个是维安建筑，对嘛？2020年开始到现在都已经是有10个，最近增加到10个，而且说撤，他这2天就说要撤，那为什么要撤？你撤不就是违法？第4个，傲慢建筑，权力傲慢，双重标准。从刚才我们那个就是台南那位被拆的建筑，那个陈老师就知道这个建筑，这个赖皮寮哈，违章、幽灵、维安、傲慢的权力跟双重建筑。同时也是台湾最厉害的绿建筑啊，这个绿是别人拆不了的绿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